为大象很大吗？在史前巨兽面前，大象就像宠物一样。想象一下，有一种生物的舌头上能站50个人，重量更是大象的30倍。今天我们要揭开那些挑战生物极限的史前纪录，从咬合力高达36吨的海洋杀手，到翼展70公分的巨型昆虫，甚至是比风球还小的恐龙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一起进入史前世界之最。大家好，我是嘉安。我们今天讲到地球上的纪录保持者，你可能会想到猎豹的速度啊，或是蓝鲸的体型，对不对？但跟你说，如果我们把时间倒转回史前时代，这些记录，可能就真的不算什么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办一场超特别的跨时空颁奖典礼，带大家来看看地球历史上那些真正最大、最猛也最奇怪的生物冠军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马上开始。好，我们就直接来个震撼弹，问大家一个问题：讲到有史以来最重的动物，你脑中第一个跳出来的名字是不是就是蓝鲸？这很正常，它们的确是个庞然大物。不过，先别这么快下定论哦，因为有一位来自远古时代的重量级选手，正准备要来挑战这个我们以为的常识。进入我们的第一章，体型泰坦。在地球这个超大型的生命实验室里，体型到底可以玩到多大？接下来要介绍的这几位选手，保证会让你重新定义你对巨大这2个字的想象。好，这位新来的冠军挑战者就是他，巨象秘鲁鲸。光听这个名字，是不是就觉得气势非凡？当古生物学家在秘鲁的沙漠里挖到它的化石的时候，现场所有人都吓傻了。你知道吗？光是它的一节脊椎骨就重达100公斤，超夸张。科学家根据骨骼推测，它的样子可能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流线型鲸鱼不太一样，反而比较像一只超级无敌巨大的海牛，在沿岸的浅海区懒洋洋地慢慢游动。那问题来了，它到底有多重？来，准备好哦！科学家给出的估计是，最高可以达到340公吨。340公吨是什么概念呢？这差不多等于是5架波音737客机的重量，完全碾压了蓝鲸的记录。它们的骨骼密度高到不可思议，科学家猜测，这可能是为了让它们在浅海中能更好地对抗浮蚁。光是它们骨架的重量就可能是蓝鲸的2到3倍了。海里的冠军让人瞠目结舌，那陆地上的呢？好，在恐龙灭绝之后，哺乳动物的时代就来临了。当时的陆上霸主就是这位林下巨蜥。你看，它是一种超巨大的犀牛哦，但是身高居然可以长到7公尺高。连我们今天陆地上最高的长颈鹿都得抬头看它。不过，如果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，回到那个恐龙还在的时代，那陆地上的王者就另有其龙了。它就是阿根廷龙。它的身体长度最长可以到40公尺，这等于是3辆校车头尾相连这么长。体重更不用说了，你要找来20头非洲象，全部加起来才跟它一样重。可以想象，它每走一步，整个大地可能都会跟着震动。第2章，史前终极掠食者。在史前的海洋里，有2位可以说是霸主级的掠食者，一个是巨齿鲨，体型跟游艇一样大的超级鲨鱼，另一个是苍龙，白垩纪晚期海中的王者。他们2个就像是古代海洋的2大门神，各自统治着一个时代的海洋。那他们的武器到底有多强？我们直接来看咬合力，胜负可以说是相当明显了。巨齿鲨的咬合力推测最高可以到20公吨。20公吨的力量是什么概念？大概就是可以像我们折断一根巧克力棒一样，轻轻松松地咬碎青鱼的肋骨。你看这个图表就知道，它的力量根本是斩压级的，是地球史上名副其实的钢牙王者。不过啊，致命的武器可不一定都是牙齿哎。来看看这位邓氏鱼，它是恐龙时代之前的装甲刺客，它没有牙齿，
取而代之的是2片像断头台一样锋利的骨板。但它最可怕的武器其实是速度，它可以在3秒内瞬间张开大嘴，产生一个超强的真空漩涡，猎物根本连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，就会被直接吸进去。你能想象吗？一条比校车还要长的蛇，这可不是什么电影特效，而是真的存在过的泰坦巨蟒。在恐龙灭绝之后的地球，它就是陆地上的新一代霸主，体重超过1吨，就连巨大的鳄鱼都是它的午餐。那天空的王者是谁呢？来认识一下桑氏维持鸟。它是目前我们知道史上最大的飞鸟，翅膀一展开来，宽度可以达到7公尺，比一些轻型飞机还要宽。更特别的是，你看它的鸟喙上面长满了一排尖尖的骨质尖翅，这也是为什么它的名字里会有维持2个字，这让它可以很轻易的从海面上把猎物给叼起来。讲了这么多最大、最猛、最快的生物，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演化的极致有时候并不是走向巨大，反而是走向极小。你们看这个，这是在一块有9900万年历史的琥珀里面发现的超完美化石，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头骨，这就是延迟鸟，是目前我们已知最小的恐龙。它到底有多小？它整个头骨的大小比我们今天世界上最小的鸟类，也就是蜂鸟还要再更小。但最让人惊讶的还在后面，虽然它的体型这么小，科学家透过电脑断层扫描，却发现它小小的嘴巴里竟然塞满了超过100颗锋利的牙齿。这就告诉我们，它可不是吃素的，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微型掠食者。这真的是个完美的证明，演化的极致不只会创造出巨兽，也会创造出这种精小的小杀手。既然这些史前生物这么厉害，这么强大，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一个都看不到了？这张时间轴给了我们一些线索。巨型动物的灭绝，它不是一个单一事件，而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。从30万年前，我们的祖先开始猎杀猛犸象，一直到近代，不过350年前，体型巨大的象鸟也因为人类的猎捕而消失了。就像这段话说的，巨大的体型实际上并不能抵御早期人类的数量很狡猾。就算是像草原猛象这样的庞然大物，在面对我们祖先的团队合作跟智慧的时候，也还是显得不堪一击。这就带给我们最后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了。在人类主宰地球的这个时代，好像巨型动物的演化之路就被我们给打断了。那么，如果有一天人类从地球上消失了，地球上的生命会不会又再次走向巨大化，重现一个属于泰坦的时代呢？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就留给大家在留言区里一起讨论了。也别忘了按赞订阅，我们下次见。